大家好，这里是非创新、非时事、非要跟你说到的非要播报，我是辛博。大家好，我是嘻哈。刚刚主持人已经祝大家妇女节快乐了，那我们是什么呢？非要播报，那我们也非要祝大家妇女节快乐。非要祝大家。妇是能推倒大山的女性，我们给到夯。思想的进步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近年来，影视行业三花烂漫，很多文艺工作者的声音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我觉得任何女性还是少听建议吧。这个建议我们决定听。医学家指出，无论男女，情绪波动过大都容易导致甲状腺、乳腺以及癌症问题。这里我们教给大家一套不生气操，保证你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生出病来没人替，乘客刁难我不理，礼貌服务笑嘻嘻。哎，空姐，加个微信啊。不加我投诉你。不生气，不生气，生出病来没人替。骑到臭车我不气，马上就到目的地。目的地还没有还车点，而且你头胖臭。不生气，不生气，生出病来没人替。跳完确实心情舒畅。我们看下一条吧。很多人视更年期为疾病，但其实这是由于激素的变化导致的情绪波动大、易怒、暴躁，包括男性也有更年期。哦，原来翟佳宁是更年期到了。请不要污名化更年期。研究表明，以上状况只要通过运动以及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能有极大的改善。我们要相信好日子在后头，因为熬过这段时间，你就退休啦。率先盼来好日子的是小学生。教育部规定，为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日常考试不公布成绩、不排名。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也可以用在咱们的比赛上。大家也看到，比赛压力也挺大。你看我们的节目名字《喜剧之王》，有王难免不排名。脱口秀想要没压力，做脱口秀就应该像朋友之间那样，我们就应该叫脱。行了，别说了。咱们名字还行。节目播到第3期，受到国内外网友的几条好评，为此我们非要开通网友互动环节。下面是我们收集到的网友留言。OK， 来看第一条留言：我公司有个特别讨厌的同事，既不是我领导，但天天使唤我，但跟他说也不改。嘻哈老师，换成你会怎么办？你换个角度来想一想，这是在帮助你成长。要是我会请他吃火锅，涮毛肚，涮肥牛，再问他你涮什么东西。下一条，两位播报员你们好，我有一个朋友人挺好的，就是有时候戴个耳机不爱听人说话，说话也不好好说，张嘴就是气泡音。请问我还有必要跟他生2胎吗？宝贝，好奇这对神仙伴侣是谁呀？不过生孩子是件人生大事，一定要2个人商量好了再做决定。毕竟无论结果如何，都得你俩买单，除非有人呐不爱买单。我们先看下一条吧。帅气的大男孩辛博哥哥，你好。我念不下去了，你念吧。我来吧。帅气大男孩辛博，谁？你不用再念一遍啊。我有一个烦恼，只有你能帮我解决，就是辛博的专场《发现丑的眼睛2.0》正在全国巡演，请问该去哪里购票？好难买呀，好好看呐，好喜欢呐！这位朋友，我送你。这朋友就是你自己吧？不重要，来，我们看下一条。丫丫，我是你老汉儿。爸，你要爪子？你忙吗？忙的话，帮我要一张小庆姐的签名，要兔签，签在她的书上。
再转我2000块，不要让你妈知道。我怎么让小青姐转你2000块钱？我都没有2000块钱。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让妈妈知道的。但是所有看节目的人都知道了。本期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所有言论均由 AI 生成，与本期播报由无关，产生的影响均由下一期播报员负责。谢谢新博，稀罕。是的。谢谢大家，太开心了！哎呀，不比赛的时候讲脱口秀就是轻松啊，就跟大家聊聊天吧，好不好？聊一聊过去这1年的一些变化什么的，经历一些事情。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吧，就是我是去年辞掉了自己干了13年的工作，然后把房子卖了来参加的节目。因为我真的相信好日子在后头，但其实果然真的很值得，真的很值得。节目播出之后，收到了非常多的辱骂。就怎么跟你们形容啊？总结一下，我当空姐13年来，骂我的人加起来也没有这半年的多，很难过，非常难过。当然，难过不是不过啊，关关难过关关过。我那段时间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我就挑一些私信出来，打印出来，贴在我家的床上、墙上、各个壁板上，每一天早上起来都大声朗读，给自己加油鼓励，对吧？李希哈。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很动听，对吧？那段时间过得很规律，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晨读，你就感觉自己每一天早上起来都是满嘴跑操。但那段时间，我的朋友们都很担心我的精神状态，怕我心理出现问题都陪我，我就跟他们说，真的不需要，因为我说真的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当过空姐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13年来让我反反复复回味的一次投诉，是在飞机上有一次有一个旅客找我借指甲刀，我没有，他跟公司投诉我格局小，不应该浪费公司的大格局，要求公司开除我或者将我乱棍打死。我当时怕极了，我说先生，你要不然你就先去洗个手吧。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给你啃。真的很惨。而且有一次我是在飞机上工伤嘛，那个餐车很重，直接压过我的脚背，我的小脚趾盖直接压掉了，很疼。然后后来去医院包扎之后，我就去找领导请假，我领导不批我的假，跟我说你穿着鞋又不影响美观，你穿鞋大家又看不到，硬逼着上去飞，没办法。那个时候就借了同事的一双大一点的高跟鞋，上飞机上去飞。怎么说？那天走在那个飞机的通道上面，就感觉在打快本，你知道吧？走在客舱里面的时候，旅客都在睡觉，突然有个旅客起来怒吼：“把转向灯关了！”我就为了安抚他，立马拿出一瓶安慕希爆珠酸奶。他说干什么？我说你没料到吧？我也没料到我会掏出一瓶好喝超有料的安慕希黄桃燕麦爆珠酸奶。对，当时客舱里的旅客的反应跟大家一模一样。我说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他叫住我，他说：“喂，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安慕希哈。”然后开始打转向灯，我就走了。后来直接真名投诉。就现在很多朋友都觉得我承受痛苦的能力很强，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就经历过一件常人不能忍受之痛。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听一下，真的是小时候大家都看过牙医吧？然后小时候有坏牙，有一次我去拔牙，躺在那个牙医床上，一个医生走过来，用针头给我刺了一下牙龈那个位置，说一会儿我就在这个地方给你打麻药，你等一下。然后他就去配麻药了。过了一会儿来了另外一个医生，可能他们交接了工作，那个医生问我痛不痛，我说痛。他过一会儿就不通了，然后就给我按在床上，直接开始拔，就像很多喜剧作品突然开始上价值一样，干拔。给我疼到一身冷汗，全身发抖，耳鸣什么都听不见了。我感觉戴上了张唯一的降噪耳机。当时我疼得全身发抖的时候，医生觉得不对劲了，赶紧问上一个医生说：“你给这个小孩打了多少麻药？”上一个医生说没打，我马上就昏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小小的脸上2个大大的冰袋，妈妈关切地看着我，嘴巴里面
说着什么，但是我一个字都听不见，因为我还戴着耳机。不是，其实就是因为太疼了，而且我看着远方的爸爸，感觉那个医院里面鸟语花香。虽然我听不到，但我看到我爸爸在那里，医生，我啦。后来医生也挺不好意思的，就说确实我们工作上的失误，钱就少收一点吧。我爸说你当然要少收一点钱了，麻药你都没有打。医生说收点力气钱吧，你家孩子劲儿贼大。因为小时候真的确实身体挺好，胃口也挺好，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的小时候，就现在的刘晓庆老师。身体特别好，状态也特别好。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参加运动会，那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会，我们要提前去适应场地。我去的地方是四川自贡，可能大家不太知道，那个地方特产的是辣椒美食，非常好。我当时就是自负啊，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年轻啊，我就去吃东西，就背着我的教练去吃了泡椒美蛙，吃完就感觉不对了，但是又不敢跟教练说，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说了会被打死。也不敢乱吃药，因为我们比赛前会进行检查，就硬撑到第二天比赛。我站在跑道头，检录完了之后，站在跑道头那一刻，肚子里面翻江倒海。随着那个裁判 Go to go 哎，预备，砰！是发令枪啊，不是我哈。撞线那一刻，我第一名，但是我并没有停下来庆祝。我们那天比的是女子100米。但我知道我那天要跑的是120米，我径直跑向了对面的更衣室。你们以为是厕所吗？完了，真的。所以朋友们，别管遇到什么问题，没问题的就坚持一下，向前跑，撑下去，好日子一定会在后头，是不是？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在干拔上价值了？不是，是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上台到现在。在场所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出来我骨折了。此时此刻的我正在硬撑，是真的，我撑不住了，再见。走了。大家好，我是房主任。快到妇女节了，我对这个节日很陌生。在我们村里啊，从来不过节日，只过节气。24节气我们倒背如流，什么清明正花生、芒种割麦子，在我们家啊，这些活都是我干。什么妇女节？你嫁对人了，每天都是劳动节。当然了，我也过一次妇女节啊，那还是在我在 4S 店洗车的时候，不是我去洗我的车，是我在 4S 店给别人洗车。还给我们放了半天假的福利。发了50元的代金券，我拿着这个代金券兴冲冲的就去了。我寻思哈，我兑上一堆零食，我回家追剧去。去到以后才知道是一个洗化批发部，我就兑了几袋洗衣粉，回家洗了一下午衣服。我说我上班洗车，我下班洗衣服，过节喜上加喜。我说怪不得以前不让我过妇女节，原来也是一种劳动保护啊。其实我今天就是奔着刘晓庆来的，她是我的童年偶像。你没认识她是从《一路繁花》上哈，我认识她是从我们村的露天电影上，我可是看着她变老的啊。现在我老了，走不动了，那么她跑起来了，活成我妹了。现在年轻人可能没见过小庆姐的巅峰啊，她是去哪堵人。流量肉眼可见，那都不是巅峰，那是移动的地铁早高峰。当年他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换算到今天啊，大概有100多亿。就是1毛2的电影，他卖了1个多亿，也就比哪吒低了那么一点点。低的那点啊，就是当年我们淘的票。我最喜欢他的演的一部电影叫《春桃》。就是一个女人在乱世里和2个男人的故事。她在里面说我不属于任何人，我不是谁的媳妇，我是我自个儿，我只想在乱世里怎么活下去。我看完以后哈，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回家又洗了2盆衣服。那时候啊，她可以说是顶流，还出了本书，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出完就从头再来了。
今年是小庆姐从影50周年，这是什么概念？我今年50岁，理论上讲，我能当小庆姐的女儿，但小庆姐现在能演我女儿。之前有一些声音说小庆姐怎么还在演少女啊？那就是偏见，而小庆姐最善于冲破牢笼。我是说偏见的牢笼。我真的很崇拜她啊，感谢她给了我很多力量。今天还有一个人我要感谢啊，就是去年节目刚播出的时候嘛，网上有好多人一开始说啊好喜欢房主任，没过几天就开始有人骂我。我说这晚了好几天的人，他是没充爱奇艺的会员吗？就在我被骂懵了快要崩溃的时候有一个男人他从天而降，像一个盖世英雄一样，为我挡住了流量和骂声。在这里我要对他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张唯一。我是因为离婚被骂，他是因为结婚被骂。当时网上骂人的人当时就分成2波了，男的骂我，女的和男的一起骂张唯一。我为了感谢他嘛，就把这个段子拍成了视频发到了网上。当天晚上我的发小就给我打电话，上来就问你什么时候跟张唯一结婚被骂了呀？你改嫁也不说一声。我说不是我拿什么跟人家董璇比呢？我离婚带2娃。他说那张唯一不就是想要2娃的吗？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变好了收入也变高了。我有一个千元机，它一直特别卡，挣了钱以后我就一直想换它，但是也一直没舍得换。每次路过卖手机店的时候我都会进去看一眼。正常你们进手机店，那个店员会过来问说你好，你需要什么样的手机？但是我进手机店转了一圈，没一个人搭理我，我就上劲儿了，我就跑到他收银台去问，我说有17吗？那个店员看了我一眼，翻了个白眼说只有17 Pro 的。我说我就要17 Pro。他又翻了个白眼说只有1T 的了。我说我就要1T 的。这时候他哪怕他说只有18了，我说我就要18。然后他就从柜台里拿出手机放在柜台上跟我说14000，你拆吗？我这个时候大脑就在飞速的运转，我在想我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我能体面的离开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一个女孩过来问我说你是房主任吗？能合影吗？就是我俩在合影的时候我用我的眼睛余光在瞟那个店员，发现他在拿手机在搜谁是房主任。搜完以后他也跑过来要跟我合影。我这时候大脑一片空白，我说完了，这14000我非掏不可了。那天确实掏了14000，支了一把腰，瘪了个钱包。现在日子确实是好起来了，好到头了，好到我害怕。自从出名以后我的大女儿30岁高龄要退休。她跟我说妈，说你50岁正是闯的年纪，只要我不创业，你挣的钱咱们省着点花就够了。我家亲戚跟我说你侄子结婚，你把彩礼钱给出了呗。我发小说你使劲挣钱，老了我们几个养老都靠你了。我前夫他现在每天坐在家里等着我挣钱回去给他还债。之前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女人，也没人说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这么多人一开始我也觉得好日子都在后头现在看是别人的好日子都在我后头。同样是背后站着一群人，我就特羡慕我的偶像小庆姐。人家就是一路繁花呗，我就是一路还花呗。他们的好日子在后头我够呛，因为20年后我的女儿也50了，她会说妈，70多岁正是闯的时候。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谢谢。大家好，我是董璇。自从这个《姐姐当家》开播之后呢，我接到了很多节目的邀约，都想让我聊聊张唯一。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没有网友了解她。
这网上呢，一会儿说他 NPD，一会儿说他 ADHD，我每次都问他，真的吗，老弟？这种话题呢，也不好意思当面聊。当面聊，你还得让他把耳机给摘了。我对他呢也是有要求了，要想建立情感链接，得先断开蓝牙链接。其实我们俩一起上这个综艺呢，我是想让大家都认识他，更了解他。但是真没想到他能被吐槽成这样。其实这个热度啊，比他去参加那个喜剧综艺可高多了。这喜人还真挺奇妙的也。当时呢是每周六更新，我们都特别的担心，就一直盯着那个弹幕。然后呢，我一边看一边劝唯一，我说你别总是盯着那些骂你的，你也看看那些网友夸我的呀。你看这条，董璇可真是个大好人，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其实唯一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他很细心的。就是每次我坐飞机的时候，他都会一直关注我的航班信息，给我发消息说还有多长时间马上落地啦，还有目的地的天气如何呀，等会儿滑行多久啊，真好。他要是能注意到飞机上没有信号，那就更好了。我一落地，北京旅游局的信息还没到，山西张唯一的消息就全到了。刚开始我觉得，哎呀，真的太温暖了。但是朋友跟我说，他这不就是把那个落地前空姐广播给敲出来了吗？原来温暖的不是我，是空姐，对吧，嘻哈？哎，你们是不是降落的时候都让这个乘客把耳机给摘了呀？难怪张唯一能听到这一段。当时我跟唯一签了一个婚前协议。协议里呢有很多条款，比如说双方的财产啊各自分配，还有一些对他的要求，他看都没看，直接就签了。他才是恋爱脑呢。但也能理解，毕竟第一次结婚嘛，头婚确实容易头婚。好在呢，我也不图他什么，他那个婚前财产呢，像什么。大金表啊，耳机呀、发型啊、气泡音，我也不想要，他自己最好也别要。那这个婚前协议呢，确实启发了很多人，好多人来找我要模板，就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协议，能在张唯一面前保护好自己。这个话题呢，以前很多人不敢聊，怕谈钱伤感情。我就想给大家打个样，大大方方的聊嘛。现在很多律所拿着我们这个模板去推广，女生想的是，董璇都签了，我要种草同款；男生想的是，张唯一都签了，谁还敢不签？那伴侣之间其实很多事情是要好好的商量的，像是婚礼，就是不能因为我有过一次这个经验呢。就让他什么都听我的，他也会主动问我说：“你有认识的婚礼策划吗？”我说有，倒是有，上次合作过的。唯一还很幽默地问说：“那第二单有没有半价呀？这次我必须买单。”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疯狂的想法。我说：“要不咱们婚礼星期四办呢？”最后这个婚礼呢，还是算是非常完美吧。到场的亲朋好友都说，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最特别的婚礼。可以说这几年过去了，我成长了，婚礼策划也成长了。但我今天要正式的说一下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办婚礼了。应该是的，因为这家婚礼策划已经倒闭了。像我这个年龄的女演员，很多都是既要事业又要照顾家庭。那个尖叫之夜，休息的间隙呢，丫丫一脱掉高跟鞋就开始视频的辅导孩子作业。
看孩子写作业确实容易尖叫。前一秒是乘风破浪的姐，后一秒就要求鸡兔同笼的姐。那好在现在大家关注到了努力的中年女性，还喊我们大女主。你看房主任，她就是勇敢跳出原本生活的大女主。黄姐刚刚说，唯一像一个盖世英雄一样驾着七彩祥云来救你。那原来紫霞不是我呀，是房主任。但是房姐你放心，要是还有网友敢骂你，我就敢让张唯一再出来替你挡。我也很希望在我被骂的时候，能有一个男人替我挡着点儿。只是让我挨骂的就是这个男人。努力这件事呢，不分年龄的。你看我们小庆姐一直这么努力，多少次呢？从头再来也不放弃。现在还在拍戏，而且进军了短剧。谈恋爱也得跟弟弟谈。跟弟弟谈这事儿呢，我是做到了，但是其他我还得努力跟上。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将来我也要一路繁华。谢谢大家。谢谢。女王，开劲儿，要接近一下。哎，好嘞，我是小尾巴，来，您到这儿啊。停！我的名字不叫女王哈。大家好，我是刘晓庆。我不仅演了5次武则天，其实我刚刚结束了第6次演武则天，是在短剧里。现在短剧很火，我都去拍了好几部了。我就是希望自己每一个时代都在风口浪尖上。过去你们的爸爸看我演的电视剧，现在你们看我演的短剧。爸爸和儿子2代人喜欢同一个人，要不说让我演武则天呢。最近被大家熟知，是因为《一路繁花》，有没有看过？我在节目里又爬山又游泳，大家都感叹刘晓庆行动还能这么敏捷。其实我爬玉龙雪山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累，真的。好多看见我的游客还以为他们自己高反呢，在那说赶紧给我吸口氧，我都看见慈禧了。因为在节目里的表现，网上还传出了一份我的作息表，说我特别自律，每天早晨6点半就起床。我要澄清一下，我只有将近1年是6点半起床。我30多岁的时候，我的状态就特别好。等到50的时候，我还自律了1年，身体能不好吗？状态好，也是因为我思想跟得上时代。其实反过来说，我觉得时代其实从来都没有跟上过我。今年我不是去拍短剧了吗？拍的过程中，我的朋友来问我，你以前拍的都是小花、芙蓉镇这种经典，现在去拍短剧，是不是有点掉价呀？其实无论是电影还是短剧，都只是艺术形式不同，没有谁高谁低。再说，我现在都来说脱口秀了。短剧还能有脱口秀掉价吗？所以为什么我心态好，就是经历的多了，什么我都不放在眼里。就像前段时间传我有绯闻，有绯闻还不是因为我漂亮，对吧？这种传言多了，
但是我根本就不介意，因为我跟得上时代。有事儿就问小红书，语音问就有活人答案。有人说我谈的男朋友有点多，我该怎么回复他们？小红书说跟随本心。我也觉得谈点恋爱怎么了？又不是同时谈的。总有人问我是不是缺钱了，怎么还出来打工？其实这就是市场需求。今天到爱奇艺，还是我挑着来的呢。大家爱看我，我就让大家看。我现在就是最好的年华。媒体一提到我，就说我是74岁的刘晓庆，我的名字一下就变长了。但是现在我就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呼了，因为这个年龄不但没有成为我的负担，反而让我得到了更多的肯定。过去想要被肯定，还要有特别好的电影作品、电视作品，现在这些都不用。只要提一下我74岁就够了。其实年龄在我这儿根本就不是事儿，我现在就是风华正茂，正当年华。谢谢大家，我是刘晓庆。幽默访谈，回答不难，欢迎收看本期的小北访谈，我是主持人小北。这档节目呢，主要是采访每期我们的飞行嘉宾啊。那么第一期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董璇老师，欢迎。你好，小北，大家好，我是董璇。你好，璇儿姐啊。我们这个收集了不少网友的提问啊，可能有点冒犯，您会介意吗？我会介意。啊，那我们不问了啊，不问了。臭网友、坏网友，全是一些不好回答的问题，怎么想的啊？但您放心啊，我们这个节目不会冒犯到您啊。这个叫做耳返，我们录音棚的设备，你别介意。您带一下。您就是来我们这个采访呢，是想要海岛采访还是中式采访？哎，姐，我错，姐，我错，坐，你坐。哎。你们这一点新意都没有，这不就是明显的抄袭吗？抄袭那个绝简访谈吗？哎，当然不是了。道具老师，我们这个是绝后访谈。还是赶紧撤了吧，这个角度有点像法制节目。您的古装造型啊，频频出圈啊，但是这个现代戏一点水花都没有。您有没有考虑后面参加一下跳水？或者跟张唯一起跳水呢？啊，网友说他可以去油什么的。开玩笑呢，怎么可能让张唯一跳水呢？那手表和耳机不都进水了吗？把那盆栽都搬回来。走，饶命！璇儿姐手劲儿挺大的啊。您人生的这个优先级是什么样子的呢？自己大于家人，大于挚友，大于事业，大于伴侣。看得出来，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大于这两个字对您很重要。佟丽娅算您的挚友哈，如果佟丽娅和张唯一同时掉到水里，您会救谁呢？我肯定都救啊，但是我不会水。哎呀，那您倒是挺会端水的。你这，假设您会水，只能救一个，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不可以。已知张唯一很油，而油的密度是这个。哪位同学告诉我，张唯一怎么样？浮出水面。这是你想听的吗？
啊，没想到您这个不光懂端水，还挺懂物理的，你这是。啊，小姐，最后一个问题啊，您抛开个人的滤镜啊，您觉得图中这几位啊，张唯一、张维维、张佑维、张太维，还有大张维，谁最肯定是1号最帅，谁最幽默？那肯定也是1号。谢谢，谢谢董璇姐对我的认可，我就是1号。你这么缺认可吗？是喜单节目不认可你啊，还是观众不认可你？你贴个1号，你就是第1啦。不是，这开玩笑，你咋说话这么难听啊？不是，这镜头不应该对着施害者吗？怎么拍我呢？我这卫衣都撕坏了，卫衣，这标题是不是有了呀？董璇现场手撕卫衣。欢迎收看本期的小北访谈，我们到此就结束了。导演，我这卫衣给我抱一下呗，坏了都，抱一下。大家看见我们小庆姐之后，是不是感觉太有范儿了，对不对？太女王范儿了。那其实是今天看到小庆姐的时候呢，我就心中一直按耐不住的想起一段旋律，来了。我心中有位女神，望着风帆让我销魂，霸气的她那么迷人，想喊出她的名字就是Beyonce。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说你有病吧，是不是？神经病吧？小庆姐在这儿呢，你唱什么碧昂斯啊，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小庆姐说：“你是不是想死啊，对不对？”我说：“小庆姐，我不想死啊！”不要又来了，不想死。感谢各位参加我的新单曲首发会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碧昂斯不想死》。然后，不管是碧昂斯还是小庆姐，都祝他们长命百岁。刚才这个演出是非常荒谬的，现在各位啊，真的要把心静下来，因为我要说一说关于我的这个爱情的生活了。因为大家要知道，其实不管是结了多久婚呀，过日子的时候，都要记得给对方惊喜，对不对？惊喜是一定要记得的，尤其是到了那个纪念日的时候。所以说，这首歌是我非常用心写的一首浪漫的情歌，各位安静的欣赏。这首歌叫做《纪念日的那一天》，谢谢。纪念日到来的那一天，他还在睡，我做好了早点，偷亲他一口，转身要走的瞬间，他拉住我的手，深切地对我说：你昨晚为什么不抬起马桶圈？我一直擦到凌晨3点，说了多少遍你都不听劝，每次非弄脏外边。为什么不抬起马桶圈？别在装傻，总是听不见脏了的马桶圈，你可知道有多么危险？现在有请马桶圈卫生专家付航医师解说不抬马桶圈的危害。马桶圈每平方厘米细菌超过10万个， Oh no 包括大肠杆菌，还有痢疾杆菌，其中送内痢疾杆菌可存活17天。Oh yeah baby， 不叫卫生卫士细菌附在马桶圈上，后续使用者可能有健康风险。Oh no no， 不推荐。我们都会抬起马桶圈，这是我们理想的实验。亲爱的，请放心，我一定自学，还你今生的体验。我们都会抬起马桶圈，这是我们理想的
誓言，顺其我们的愿，要干干净净到永远。是的，向前走一步吧。我们今天要一起发誓，以后都要一起抬起马桶圈。要是再被发现，一次就罚我500元。大家都会唱了吗？会唱了，咱们一起来一遍，一起抬起马桶圈，来喽！我们都会抬起马桶圈，这是我们立下的誓言。亲爱的，请放心，我一定自觉，还你天上的体验。一起来！我们都会抬起马桶圈，这是我们立下的誓言。顺其我们的愿，要干干净净到永远。谢谢各位，感谢我们的傅医生，感谢各位马桶圈的朋友们，谢谢各位。然后呢，我们就是希望各位啊都要关爱自己的另一半，日子才能够长长久久，因为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耶！也很感谢几位喜友林简七、刘仁成、辛博、小北愿意参与到这么精彩的节目中来，太棒了！行嘞，